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美国空军网站发表了一篇介绍阿纳德空气动力研究中心风洞的介绍文章。那么在这个文章里呢，它刊登了一张风洞试验照片。从这个风洞试验照片所展示的这个吹风模型来看呢，应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飞行器。从这张照片看，这个吹风模型采用一个很简洁的外形，三角翼加一个隐身的机身，机身的头部像一个剑，像一把宝剑，采用菱形截面。尾部呢，既没有垂直尾翼，也没有水平尾翼，是一个无尾的气动布局设计。那么这样的一个飞行器，它是干什么的？是美国正在研发的第6代战斗机吗？但是从模型看，该方案呢没有座舱。那么如果是没有座舱，它有可能是一款无人驾驶的战机。那么为什么讲是无人驾驶战机而不是运输机呢？因为三角翼的设计往往是适合高速飞行的，而且它的隐身效果比较好。那么有专业人士分析呢，它可能是一款无人驾驶战斗机，或者是呢美国正在开发的无人驾驶中程僚机的方案之一。通过这张照片，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无人战机和过去的飞翼式的各种各样的方案呢不一样，它是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的。那么这张风洞实验照片的飞行器，是吧？我认为它的超音速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机动能力也比较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不用机身，光是一个飞翼，那么在横侧控制就比较麻烦了。那么按照美军过去的做法，是在机翼尖的这个位置在机翼尖后缘这个位置安装开裂式方向舵，靠左右两个开裂式方向舵的开裂角度不一样，而形成不同的阻力，让飞机转弯。但这样的控制方式用于轰炸机、运输机可能还行，用于战斗机就不够了，因为战斗机必须要做高机动的动作，仅仅靠开裂式方向舵来实现高机动飞行难度极大。那么如果把它机身拉长，就是飞翼呢变成一个翼身融合体，带一个较长，首先它的控制要稍微好一点，尖锐的机头有利于减小阻力，同时呢，通过其他的控制方式，能够有效的对飞机的机动性进行调节和控制。比如说在它的尾喷口这个地方加装推力矢量控制装置，那么它的方向控制以及横侧控制就有可能得到极大幅度的改善。当然，这个吹风模型也有人分析可能它会要做一个对比，到底采用推力矢量控制的方式好呢，还是在翼面上增加一些特殊的操纵面效果好？这个是要进行相应的对比的。那么这些操纵面有可能装在机翼后缘，甚至也有可能装在机翼的上下表面，以改善飞机的控制能力，最终呢实现高机动飞行，或者起码能达到和普通的第3代战斗机水平相当的机动能力。过去的无人战机，包括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的插打一体无人机以及隐身的无人战机，它们都不能够做超音速飞行，也不能做高机动飞行。现在这个方案应该把这些短板都补齐了，从而能够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等量齐观，和他们编队飞行，同时进行超音速飞行和机动飞行。那么这样的中程僚机才有可能满足未来作战的需要，否则
一款隐身性能很好的飞翼平台和隐身战机编队飞行的时候，速度跟不上有人机，机动性又比有人机差得很远，那么你怎么能承担中程僚机的任务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的整个飞行性能和有人驾驶战机相当，而隐身的能力又比有人机更强一步。美国的这个新方案最终能否变成一个实物，目前还不知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呢带来一定的启示。我相信，经过中国、俄罗斯飞机设计师的努力，一定能够开发出比美国这个方案布局更加先进、飞得更快、机动性更好的中程僚机。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